光是看到我这样子拿，大家都知道它是一款拿在手上是粉饼的感觉，但打开来呢，它就是一支6.7寸大萤幕的手机。那这一款手机啊，我个人非常喜欢，是因为它其实突破了现在大家在使用手机的一个框架。你想要手机大，但你又想要收纳方便，这两件事情平常根本不可能做得到。但是呢，三星却利用最新的科技把它做到了。而且呢，如果你是一个时髦的上班族，你知道手机吊挂在这边颈上是有多么炫的一件事情。好，那这款其实是我们新的配件，它是指环扣系列的配件，而且非常的轻巧复古，但又有点时尚前卫的感觉，所以我还蛮喜欢的。今天这个新东西一到啊，我就立刻把它放在我的胸前啦哈，所以这样子挂着其实也很有感觉，就是有一点像是一个时髦的上班族。那随时要接听电话、滑手机，你都不用担心说啊，因为手不小心就是没有拿稳就掉到地上去。先生，你用的这只手机好特别哦。我在想说，我在路边听到有人说有人会搭讪他，我想奇怪，你那一只就能被搭讪，那我这只好像也很厉害耶。荧幕前面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Norman 啊。好，那我快速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，因为毕竟接下来三星我们不要力推折叠机款哈。那当然，折叠机款很多顾客可能过去完全没有体验过，所以他可能会对这个折叠的机构又新鲜又好奇，可是也会有一些担忧。首先呢，在外观上哈，不管你是选择 Z Fold 3还是 Z Flip 3啊，我们在外观上啊，玻璃啊都采用现在康宁最好的版本 Victus 的版本。它可以降低50%玻璃易碎的这个状况。那机身转轴跟机身的这一框呢，我们采用的是强化的铝合金的金属，它的坚固耐用度会提升10%。大家都会可能购机习惯，就想说要不要贴保贴啊？不需要哦，三星已经帮你准备好了，精心打造的特殊软膜的材质，所以它滑动起来的这个手感又更好，而且又提升了防护性80%，你知道这个折起来就会有那种折缝，那这个折缝，当然会有客户想说，那有没有机会防水呢？那我们今年就做到了，我们提供防水系数8，它可以在水下1.5米深，30分钟是通过检测的，所以未来我们在日常生活遇水的时候，你都可以更安心、更放心。那灰尘呢？我们是在这个折缝处里面，平常看不到了哈，折缝处里面我们有加入了抗尘纤维。所以让你在这个日常生活遇到的细尘微粒上面，你都不用担心，我们的抗尘纤维都会把它阻隔在外面。所以我们在折合这件动作上面，它有一个很严格的标准哦，是20万次。假设我每天折100次，它可以让你折5年哦，所以根本其实就不用去担心说在耐用度上面的问题，你不用想说我到底要不要打开来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们有好多功能，你平常不用频繁的打开手机，非常方便。那这边想要跟各位分享的这个封面萤幕1.9寸，因为它其实已经比我们之前的 Z Flip 呢大了4倍，它多了更实用、更方便的功能。往上滑动，我就可以开启我们的 Samsung Pay。7-Eleven 要去付款的时候，我只需要就是往上滑一下，哔哔，
非常的方便，而且非常的引人注目，因为它就是一个拿在手上是一个小型的粉饼机，但打开来它有扎扎实实6.7寸的大萤幕，而且我们也让你看得清晰，滑得更顺，因为它支援120赫兹的最佳化。哇，没错哎。好，那另外也想跟各位分享是，因为我本身是女生，应该看得出来了哈。是。对啦，那通常呢，女孩子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啊，就是无止境的拍照。我想拍的时候，我就要拍，不管这个地方是在哪里。这边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如果说你有一个男性友人，你其实不大会拍照啊，你其实可以透过我们在这2款手机上面都会有的，就是前置萤幕预览的部分呢，来进行拍照。那这边呢，我如果想要拍 Norman， 我上面就有一个按键，那打开之后呢，它其实就外面的萤幕也会显示。我的手上的 Z Fold 3当然也有这个功能哦，所以呢，被你拍照那位朋友，他可以从6.2寸的萤幕看到这个画面，非常好用。其实我们也可以透过封面萤幕来预览自拍哦。我只要呢在旁边这里，我们的电源键长压2下，它就可以快速启动相机。好，那要拍照的话很方便，就是我不用打开，我直接这样子。比如说我在路上遇到了帅哥，我想要跟他合照，我也不需要再把手机打开来，透过我们的封面萤幕1.9寸，轻轻松松就可以完成自拍了。Z Fold 3也有，那要怎么用呢？开相机，右上角有个自拍哈，点下去呢，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我是用后面的镜头自拍哦，所以这也是我们在拍照上面很厉害的设计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年在 Z Fold 3上面实现了 UDC 哈，这个中文叫做萤幕下镜头的技术，它可以创造出外观上你看不出自拍镜头的感觉，看不出开孔。因为我现在没有要拍照，所以我当然不需要这个开孔的镜头啊。所以你会发现哦，原本它开孔的位置呢，这里本来是一个开孔，那你会发现这个开孔呢会随时侦测你萤幕上的颜色啊，它会随时侦测萤幕上的颜色，让它跟这个7.6寸的萤幕呢完美融合在一起。所以一般你在看影片啊、玩游戏的时候，几乎就感受不出来它有那种开孔的感觉。这也就是我们在 Z Fold 3上面为什么要叫它完美沉浸大萤幕的原因了。我们在这个萤幕上面呢也加入一个独家的功能，我可以同时执行3个软体。这个框架分割的框架正中心点下去呢，它会有个旋转的按钮。这个旋转的按钮呢，就是快速的把你版面上已经挑好的应用程式呢，顺时针切换它的排列。所以你可以依照这个时候呢，瞬间切换你的观赏位置。也是我们在这个 Z Fold 3上面多重视窗这个多工处理这一块很厉害的地方。说到这个，对，那在我们这一次的 Z Fold 3上面有没有支援 S Pen 呢？今年在 Z Fold 3上面呢，我们也同样支援 S Pen 啦。所以呢，使用专用的 Z Fold 3的专用的 S Pen 啊，我也可以在荧幕上面操作，那也可以换出好用的悬浮工具，你也可以快速建立笔记，那也可以截图。而且呢，我们一直都是时时刻刻跟折叠结合在一起，因为是无段转轴，所以我可以按照我的需要折起你喜欢的角度。那这样子呢，我就可以把手机摆放在桌面上，你只要在这个下半块的萤幕呢，轻点2下。假设我现在看影片哦，要做笔记，你只要再轻点萤幕2下呢，它就会自动侦测哦，你是下半块萤幕要书写，所以呢，我就可以在下方呢快速的书写一下标题，我也可以在上面写一些你的重点记录，非常的方便。这个也是我们今年 S Pen 很厉害的地方。那刚才我们示范是笔哦，这个笔是只有 Z Fold 3才有资源，但是如果我没有在使用笔的状态下，我 Z Flip 3或者 Z Fold 3正在看影片或是正在视讯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什么新的设计可以让你折起手机摆在桌上的时候，可以有一些很厉害的功能？假设我在网页上正在观看一些这些页面或是影片的话，手机折起来哈，你就发现下方它会自动侦测，它就会浮出一排按键，这个设计叫做影音控制列。那这影音控制列就会把常用的4个开关放在下半块萤幕，所以我们把常用的工具呢，都把它摆在萤幕下方。
这个功能需要另外去开启的，所以我也赶快简单示范一下哦。在手机设定里面呢，我们有一个进阶功能，会有一个实验室，到有一个选项叫做分割画面模式面板。这样子你以后开启这些软体的时候，摆在桌上，那影音控制页就会浮出来。它其实在相机上面也多了非常多的优点，因为它等于是自带脚架，只要随便找任何一个平台安全的地方，你就可以把它摆上去进行拍照。所以有时候我也曾经遇到说我没有带脚架，我就只能放弃，因为我知道很难拍。但是现在我们有无段转轴的优势哈，这种免手持的体验，在很多相机的应用上面都可以派上用场哦。那非常感谢各位伙伴们来参加我们的直播，那我们下个月再见喽，拜拜。